那我们先来看一组视频，那这个呢是一个白狐跟着一个美女在走啊，这个视频的长度呢是8秒，整体的表现呢是非常棒的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，是一个黑衣天使，它的长度呢同样是8秒。那我们看是整体的表现，包括人物的呈现呢也是非常精致的。而这个呢同样是一个8秒的视频啊，是一个与狼共舞的一个女孩。这些视频有什么特点呢？其实呢我们把它定义成叫超长视频，当然我现在做的这个不叫超长啊，8秒不算很长啊，一般的模型都可以达到，但是到8秒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，因为对于很多模型来讲81帧呢是一个坎儿，过了81帧呢就会有上下文的这种重复的动作出现啊，出现模糊啊，出现尾影啊这样的问题。那今天呢我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呢叫做 Skyrios VR。Skyrios 模型呢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，那我们给大家盘点一下，我们经历了它的 V1 版本、A1 版本、A2 版本啊，那我们现在给大家说的就是 V2 版本。而 V2 版本它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叫 Infinite Length Film Generation Model， 也就是不限制长度的这种电影级别的生成模型。主要有2个关键点，第一个是不限长度啊，第二个呢是电影级别的，就代表着质量非常高。那在我们刚才展示的这些视频当中呢，大家也能看到这些特点。那么它这儿呢也有一些例子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这个就比较夸张了啊，这个是28秒的一个视频，这个白天鹅的形态呢非常棒，我们可以肯定啊它是经过后期的一些处理的。那再来看这个游动的海龟，这个是30秒啊，更长。而这个呢是一个游动的水母，大家看一下，它几乎呢是不会出现重复的动作以及循环的这种视频出现的，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模型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。那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的主要功能。那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呢，我还是在 Running Hub 上来给大家演示所有的工作流。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.ai 来访问这个平台，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。那如果我们要实现 Skyrios VR 这个模型用到的扩展是什么呢？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 K 神的 OneVideo 的这个扩展。我们可以打开它的这个示例的工作流，大家注意啊，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工作流啊，叫 Diffusion Forcing Extension， 叫强制扩散模型，这也是这个技术的核心点啊，叫强制扩散。所以说呢它可以生成非常棒的一些效果。那么它的应用呢是比较简单的，首先呢大家需要把这个扩展呢更新到最新版，然后呢就是下载模型。关于模型的下载呢，大家可以打开 K 神在抱抱脸上的这个 OneVideo 的模型列表，那我们可以点开 Files and Version， 那这里边会有一个单独的文件夹叫 Skyrios， 那我们点开它，大家注意啊，现在这个 DF 模型就比较多了。那现在呢有 540p 的，还有 720p 的，而且呢有 FP16 的 FP8 的。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的呢是这个1.3B 的 540p 的。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模型呢？因为这个模型是比较小的啊。当然呢你也可以采用这个 FP8 的，那如果采用这个的话，这个是14G 的，基本上也可以跑起来，这个看你个人的硬件情况。那我们为了整体的效率的话呢，还是选择 1.3B 540p。那 540p 的意思当然就是960乘以540，或者是540乘以960，但是并不代表它不能应用于其他的分辨率，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。好，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流。那这个工作流其实可以实现的功能是比较多的。第一个呢，它可以实现文声视频；第二个实现图声视频；第三个实现视频的扩展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先来讲一下图声视频和文声视频。那么其实图声视频和文声视频它的区别是不大的，关键是说你的第一个到底是用图来生成的，还是用这个文字来生成的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图声视频。这儿呢我们有一张图，然后呢我们把它 resize 一下啊，因为这是一个标准的16:9的啊，所以说呢我这是960乘以544。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宽度和高度呢给它保存一下，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张图片，下边就进到了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工作流里头。这个工作流的话呢，当然会用到我们基础的3组件啊，这3组件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 DF， 就是 Diffusion Forcing 强制扩散模型的 1.3B 是 540p。那它的大小是5个多 G， 大家注意啊，精度呢大家不要选 FP8， 因为这个模型本身不大，你再选 FP8 的话呢，最终的效果会受影响的。然后大家注意一下这个
VE 呢没有变化，但是谁有一些变化呢？但是呢这个文本编码器是有一些变化的啊，它下边有对应的这个下载的地址。大家注意，它用的是这个 UMT5XXL 里边的 FP16，然后呢来生成我们的正向提示词和反向提示词。它这也提到了，你也可以用这个什么呀？这个官方提供的这个 UMT5XXINC-BF16 啊，这个也是可以的。它暂时把它 passing 掉了，所以说这两个都可以，就是你把这儿连过来也没有问题。那3组件完了之后呢，下边我们看一下关键节点，就这2个。第一个呢是一个 1v6 encode， 这个节点不是新的啊，是原来就有的。我们将 VE 拿过来，将我们这张图片拿过来，会把它编译到我们的浅空间里边去。然后在这儿的话呢，会有一个新的采样器，是专门针对于这个 DF 模型，就是 Diffusion Forcing 模型来做的一个采样器。那这个采样器呢是之前没有的。那它需要的呢，第一个我们的主模型，第二个文本编码器出来的这个什么 embedding， 说白了就是你的这个提示词，然后呢是我们这个图片，大家看一下图片是怎么来的。图片呢其实是一个空的 empty embed， 我们只需要宽度和高度，然后生成一个固定帧数的空图片，其实有点像我们的 latent space 是吧？你注意啊，这儿有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啊，叫前置采样啊 prefix samples， 也就是我如果之前呢会有一个视频作为生成的依据，那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呢给它传过来，作为前置生成的一个条件。那也是利用这个节点，才让这个视频可以无限制的给它什么延长下去。那你看一下，现在这个是53帧，当然不见得非是53啊，你可以写成81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。然后呢，这儿有3个这个增强性的选项，第一个是 Tcache 提升速度，第二个 SLG， 第3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Zero Star 是吧？下边这是一个采样器啊，这个采样器呢你就不用去记了，按照它官方的来就行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啊，采样完了之后，我们会生成一个53帧的视频，我们给它存了一下，叫 result 01，那这是这个效果。我现在这个提示词是这个白虎跟着这个女孩在走啊，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棒的。稍微有点快，是因为我这个帧频用的是24啊，其实1Y6来讲应该是16是比较合适的，这个没关系，因为这只是第一步。好，下边我们看第2步啊，因为这个只有53帧嘛，不够长，接着往下走，一模一样，你要注意都一样，关键是看这儿 prefix samples， 就是现在呢我们把第一次生成的这个视频做了一个处理，我们从它的倒数第一帧开始啊，就-1 Python 的一个基本语法啊，我们从倒数第一帧开始啊，-1，然后呢我们取多少呢？注意这儿有一个变量叫做 overlap frame count， 就是我们会拿前一帧的一部分来作为依据，但是我们不会拿整个的啊，因为整个的采样的代价太高了，所以说我们取一部分，取多少呢？它这用的是17。就是我们取17帧，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现在从倒数第一帧开始取17帧，然后呢，把它进行一个 encode， 然后来作为什么下一次采样的依据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这次采样会顺着这17帧接着往下走，生成后边这个部分啊，这个部分呢我们叫 result 02。那 result 02和 result 01在首尾上是有17帧是重叠的，这是这个。那同样再往下生成一样的啊，取17帧，然后编码 prefix samples， 再拿17帧作为生成基准啊，接着往下生成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这2次生成我就不是生成53帧了啊，官方的工作流里边生成97帧，那这是最后的这个效果。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有3个结果，01、02、03啊，01、02、03呢，我们必须把它合并在一块儿。那这个怎么合并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先把01拿过来。然后呢，先和02合并。由于01和02呢是有实际帧是重叠的，所以说我们把02拿过来之后，会用帧的长度减去17帧，然后呢取出来，对吧？同样，因为这03也是，我们取到第2个的长度，减掉17帧，取出来，连上，那最终呢就是这个效果了。大家看一下，整体的表现真的非常的棒。其实呢，我们这样去看的话呢，能实现比那个 FramePack 更加复杂的动作。如果你想做一些电影啊、短剧啊，那么这个呢就会非常的有应用的价值了。而且你要注意啊，在每次扩展的时候，你可以设定不同的情节，那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提示词，就是这个 text embedding 是可以变的，你变成不同的。
那这个里边就会着重描述你说的那个提示词。那同样每97帧你可以有一个主题的这个提示词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生成更加丰富的这个长视频了。那按它这个路子呢，可以无限制的生成下去啊，你只要往下扩展就可以了。当然我觉得肯定也是不能无限制的往下走的，就像我们说的，视频的这种稳定扩散的这种方式呢，总有2个关键的问题，第一个就是遗忘啊，第二个就是误差的积累。那随着后边误差的积累越来越多的话呢，会有一些问题啊。那怎么理解这个误差积累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效果。这个效果呢也非常的简单，大家看一下，这儿有一个美女，然后呢我们把它进行扩展，但是我这个提示词我是怎样写的呢？说一个女孩呢站起身，缓缓的向前走，然后精致面庞，我聚焦她的脸上，而且相机跟随，就是跟着她这个脸去走。所以说你会发现相同的这个方式，我们第一次扩展，她站起来开始往前走，这个脸呢已经聚焦在这个镜头前面了。然后你要注意啊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的长相是有一定变化的。随着他往后看一下，再往后比较模糊啊。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，如果说你不断的往后走的话，其实它也有那个什么呀，遗忘和误差积累的问题。那这个也是我测了很多的这个实践效果啊，我告诉大家的就是尽量的让那个脸呢离镜头远一点，就这种是没有问题的，不管是每次扩展还是最终生成的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尽量的别让那个脸离的镜头太近。第一个脸会变形，第二个会出现模糊的这种情况。让我们看这个，这个很简单，一个黑翼天使，提示词呢就写了一个动态姿势和相机跟随。其实我想把它留空来着啊，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得写点啥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也是一个通用的提示词，如果你不知道咋写，你就这样写啊，这个动态姿势相机跟随，然后呢它会自动的生成一些动作，不见得有什么意义啊，但是会比较漂亮。然后最后呢，我做了一个竖屏的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呢我们可以叫与狼共舞，是吧？一个女孩和一个狼，它是一个720×1280啊，就是竖的9:16的这样一个比例。所以说呢，它如果 resize 的话呢，应该是544×960。然后这个提示词我就写了一个美女和狼一起玩耍。看一下，一开始这个动作非常好，这个女孩亲吻这个狼，然后手上有一些动作。那第二个呢，看一下这个动作也是可以的啊，这个狼呢开始张嘴，是吧？看一下。然后到了第三个，你注意这个狼的动作呢，其实是有点什么？有点变少了。这个女孩呢嘴上有一些动作，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幅度呢也在不断的降低。所以说呢，它虽然叫无限制的延长，但是真正的可以做到吗？也是不可以的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大概28秒或者30秒应该是它的一个极限啊。如果再长的话，其实第一个我们没有这样的需求，就是大家去做短视频，你说我一个分镜要20多秒，这个一般导演都不敢这么拍，是吧？就是一镜到底的这种东西，拍摄成本是很高的。当然对短视频生成来讲的话呢，不管是训练数据还是什么，对于这种超长视频的话呢，其实都是一种挑战啊。所以说呢，大概10几秒我觉得就可以了啊。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，你现在要生成超长视频的话呢，现在就有2个选择了。第一个呢就是采用我们的 Frame Pack， 由于它采用双向采样，所以说呢一致性会很好，但是它不能支持特别复杂的动作。而这个呢其实更加的人性化一些，它必定是一段一段扩展出来的，而且我们可以修改提示词去定义每一段的主题，所以说可控性呢会更强。到底喜欢哪个呢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是吧？大家选你喜欢的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，还等什么？赶紧自己试一下吧。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